家人们，过年是不是疯狂剁手了？新鞋新衣塞满衣柜，零食炖得堆成小山。先别急着扔包装里的小玩意儿，那些毫不起眼的干燥剂，可都是隐藏的生活神器。说出来您可能不信，把这些干燥剂好好利用起来，省下的钱都够再买一件新衣服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食品、鞋子、衣服的包装袋里总会藏着几包小小的干燥剂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厂家都会在干燥剂表面印上醒目的不可食用警示语。也正因如此，很多人拿到手后看都不看就直接扔进垃圾桶，白白错过了这些宝藏。其实干燥剂的本质工作可不简单，它就像一位默默守护的干燥卫士，通过吸收空气中的水分，不仅能保持食品酥脆可口，衣物鞋子干爽洁净，还能大大延长物品的保质期，有效防止食物霉变，衣物受潮发霉。但你以为这就是干燥剂的全部实力了吗？大错特错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干燥剂还有超多意想不到的神奇用途。从防潮除湿到清洁去污，从急救护理到收纳保养，它简直是无所不能。可惜很多人对这些隐藏功能一无所知，随手一扔，不仅浪费资源，还错过了轻松解决生活难题的好帮手。别担心，今天魔法创作室就来为大家深度揭秘，手把手教你解锁干燥剂的 N 种神仙用法，让这些小袋子发挥出大作用。准备好刷新认知了吗？咱们这就开始。衣柜除湿防霉。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个衣柜，但衣柜用久了，打开时常常会有一股霉变的味道。很多人为了去除这种异味，会在衣柜里放蟑螂丸，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。衣柜产生异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曾经放过受潮的衣物。衣柜是一个封闭的空间，潮湿环境下微生物会大量繁殖，衣柜本身的木材也会吸湿，进而发生霉变。这不仅影响使用体验，严重时还会缩短衣柜的使用寿命。其实，解决这个问题有个简单又有效的方法，那就是使用干燥剂。干燥剂具有强大的吸附能力，能够去除衣柜内多余的水分，从而保持干燥环境。在干燥的环境中，霉变的味道自然就不会产生了。相比之下，单靠樟脑丸来去除异味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经过处理后，你可能会发现，打开衣柜时，闻到的不再是霉变的味道，而是一股淡淡的洗衣液香气。对于家中衣柜有异味的朋友，不妨试试这种方法，效果会非常显著。冰箱除味。冰箱是家家户户的必备电器，主要用于储存各种食材，如蔬菜、水果、剩菜剩饭以及馒头等未吃完的食物。关上门后，冰箱成为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，内部存放着多种多样的物品，因此，几乎每个家庭的冰箱里，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异味。虽然冰箱异味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但却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困扰。很多朋友常常不知道该如何解决。其实，我们可以利用家中不再需要的干燥剂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在冰箱里放几包干燥剂，能够有效吸附冰箱内的异味，还能吸收内部的潮气。如果冰箱里的异味较重，可以适当增加干燥剂的数量。使用干燥剂既是对废物的有效利用，又能达到多重效果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样不仅能解决冰箱中的各种烦恼，还能充分利用家中闲置的资源，真是一举两得，十分划算。保存大米和面粉。大米和面粉是我们家庭常备的食材，但如果温度过高，这两种食材可能会发生霉变，或者因受潮而变质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可以在大米或面粉中放几包食品干燥剂。干燥剂能够有效吸附潮气，保持食材的干燥，防止受潮和霉变。不过，如果干燥剂吸收了水分，其效果会降低，因此建议每个月更换一次干燥剂，以确保其最佳效果。防止调料结块。家中日常使用的调料常常放在一个盒子里，但它们在不经意间容易结块，导致无法正常使用。为了防止这种情况，可以直接在调料盒中放入干燥剂，以吸附盒内的湿气，从而保持调料的干燥，
方便我们使用。在放置干燥剂时，务必确保它与调料分开，以避免直接接触。同时需要定期检查干燥剂的稀释状态，并及时更换。常见的干燥剂包括硅胶干燥剂和生石灰干燥剂。硅胶干燥剂是一种无色、透明或半透明的颗粒，具有良好的吸湿性能，且安全无毒。生石灰干燥剂的吸湿效果较强，但在使用时需要注意避免与皮肤接触和误食。使用干燥剂可以有效吸收多余的水分，从而解决结块问题。尤其是对于盐和糖等容易结块的调料，务必使用干燥剂，以保持其干燥。5. 保存大蒜和干货。大蒜作为一种调味品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尤其是在北方，很多朋友甚至能生吃大蒜，因此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常备大蒜。然而，大蒜的保存却是一个难题，如果存放不当，容易出现发芽或发霉的情况。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使用干燥剂来延长大蒜的保鲜期。将买回来的大蒜放入一个密封的容器或塑料袋中，并在其中放入干燥剂。干燥剂能够有效吸附容器内的湿气，为大蒜创造一个干燥的环境，从而防止其发芽和变质。此外，家中我们常备一些干货，如绿豆、黄豆、花生、干香菇和干木耳等。这些干货容易受潮，导致发霉或长虫，尤其是在雨水较多或空气潮湿的季节。为了有效保存干货，我们可以使用干燥剂来吸潮，以保持干货的干燥，从而延长其保存时间。只需将干燥剂放入存放干货的袋子或收纳罐中，然后扎紧袋口即可。干燥剂能够有效吸附空气中的水分，保持干货的干燥状态，防止受潮、发霉和虫害，从而使干货的保存时间更长。实用小妙招总结：以上就是干燥剂的一些实用小妙招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你已经学会了这些方法，并且家中有干燥剂的话，记得不要随意丢弃。其实，干燥剂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用途哦。下次在清理零食包装时，不妨把干燥剂收集起来，说不定在某个时刻就能派上大用场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如果你还有更多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